沈浪，船上刚装了进口探鱼雷达，以后用不着人工看潮水了。这是3000块遣散费，拿着吧。舅，上趟寒潮出海，光是那舱蓝鳍金枪鱼，净利润整整300万，300万的货，我拿命给你拼出来的，你就给我3000。怎么跟你舅舅说话呢？出海的船是我的，油钱网钱是我垫的，你就是会看点潮水撒撒网。再说了，我刚装了进口探鱼雷达，以后用不着人工看潮水了。年轻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。哎呦，一个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穷小子，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3000块现金白拿，还嫌少啊？丽丽说的没错，沈浪，做人得知足。行，这3000我收了。这就对了，拿了钱去把发动机水泵检查一遍，还有后舱那批螃蟹，你分拣完再走。你搞错了，舅舅，从现在开始，这船上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倒要看看明天出海你们拿什么把深海里的蓝鳍金枪鱼捞上来。好啊，沈浪，你真以为这片海离了你就不转了？我船上有进口探鱼雷达，有销路，我倒要看看离了我这艘大船你还怎么活下去。放心，好戏才刚开始，这片海以后到底任谁，咱们走着瞧。秦叔，我想买条船单干。买船？你就那艘大船不带了？他靠我赚了500多万，转头装了探鱼雷达，拿3000块把我遣散了。哼！过河拆桥的畜生，没你给他找鱼修船，他早喝西北风了。说罢了，要哪里的船？废纸位的那条破船。你要那破烂干啥？我要去黑谷礁。黑谷礁？你疯了！那地方全是暗礁，稍不留神就船毁人亡。危险是危险，但那里可是蓝鳍金枪鱼的窝子，随便一网下去就能爆仓。那条破船吃水浅，刚好能规避暗礁。好小子，眼毒，胆儿也肥。秦叔，这是买船的定金。当年你爸跟我是过命的交情，一条破船收什么钱？等你小子赚了大钱再给叔。秦叔，行了，走，叔带你看船去。浪子，这破船停了1年，水管裂了，皮带松了，别人都说晦气，你真要？颅骨没裂，核心没伤，我能修。它吃水浅，能进大船进不去的暗礁鱼道。秦叔，这船我租了。哟，这就是我浪哥的新船。这船能出海吗？别开到一半沉了。我爸买了100万进口探鱼雷达，今晚就去深海抓金枪鱼，你就等着喂王八吧。拍够了吗？这照片你最好别删。等我第一网回来，你这条朋友圈就是免费的广告。行，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破船能捞出什么东西。这小子跟他爹一个德行，让他笑。秦叔，帮我准备碎冰放血刀，今晚直奔黑谷礁。今晚就去。赵永发那艘大钢船可早抢先了。雷达能探到活鱼，但探不到死礁。他也不懂锁鲜技术，鱼一出海，立马变废肉。爸，雷达爆了，是大群的蓝鳍金枪鱼。沈浪那穷光蛋租破船去了，这片海的深海刺头全是咱们的。呸！没他沈浪，老子照样吃肉。我花100万买的进口雷达，不比他那双破眼强。下网，给我捞！发财了，上来3条。完了，鱼要废了。蓝鳍金枪鱼出水必须立刻放血排酸，0度碎冰锁鲜。以前都是沈浪亲自操刀，咱们没人会呀。慌什么？不就是2条鱼吗？雷达上红点多多的是，给我全速推过去，拿量补亏空。老板，绝对不能进黑谷礁，底下全是暗礁，雷只能扫到活鱼，探不到死山石啊！闭嘴！高科技还能出错？给我冲！完了，挂底了！暗礁把船底切开了。爸，咱们那张8万块的进口大网全被礁石撕烂了，螺旋桨卷了破网，彻底卡死了。我的网，我抵押房子买的网啊！浪子，你看那边，黑灯瞎火的，这海鸟还在扑了，水底有鬼。秦叔，转向东南，减速，准备下网。确定？这伸手不见五指的，你凭啥？水鸟夜不离海，说明鱼群在追食，暗线发黏，是鱼群挤出的油脂。他们在下网。
这是大货，绝对是蓝池，这力道不是一条，是一群。蓝旗金枪鱼，这他妈的是一网金子！浪子，咱们要发了！水温飙了，发动机要是爆了，咱们不光是拖不上鱼，人得冻死在这海上。不能放，这群蓝旗跑了，这辈子不一定遇得到第二群。秦叔，给我3分钟，手好舵。蓝旗金枪鱼，一网金子！浪子快，赶紧扔鱼舱里！不能直接扔。蓝旗是深海刺头，蒸达时体温飙升，不立刻放血排欢，几分钟肉就全酸了。这一网，咱们这破船的身价得翻倍。0度锁先，对接高端骑道，我要让岸上的买手记住听桃号。这鱼不行，没放血，腹肉都软了。这船货我收不了，收不了。你知道这蓝鳍金枪鱼有多贵吗？去，再贵的鱼不新鲜也白搭。哼，不识货就算了，反正航道我们已经打通了，下次配齐设备，那蓝鳍金枪鱼要多少有多少。我看什么看？还是别等沈浪那条破船了，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。就算真回来了，也就打几条小杂鱼。看，那是沈浪他们的船。我去，这鱼刚上来没多久吧？鱼鳃鲜红，腹肉没压坏，好货啊！沈浪，运气不错嘛。这样吧，这批金枪鱼一共1万2，我收了。你这小船刚起步，销路不稳，别砸手里。怎么保鲜的？从打捞到放血不超过30秒，0度以下入舱，全程没断冷。12条，顶级刺身料，8万，当场结。陆老板，我那批货也不错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你那仓鱼的臭味儿，我刚下车就闻到了。下次有这品质，提前给我电话，不走码头的价。沈老板，今天真没冰，明天再来吧。冷库都在响，你跟我说没冰。沈老板，柴油也没了。你们是没货，还是不敢卖我？表哥，没兵没油，你这船还怎么跑？年轻人，认个输不丢人。浪子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恒海冷链的韩立成，省道边仓库，半小时后见。你就是沈浪，秦叔说你会看鱼。这里有3批海鱼，你告诉我哪批适合送高端酒楼，哪批只能走普通市场，哪批最好别卖。鱼鳃红的不自然，边缘有点发暗，鱼身完整，灵光好，鱼眼透亮，底层鱼腹已经软了。蓝标最好，能送高端酒楼；红标可以走普通市场，但不能按顶级鲜货卖。白标最好别卖，至少不能当鲜货卖。理由：这批鱼温度稳定，鱼腹没受压，鳃色自然，应该是今天凌晨或者昨晚后半夜的货。这批鲈鱼鱼眼微凹，鱼腹回弹慢，说明上岸时间不短，能吃，品质也不算差，但卖高价会砸招牌。这批带鱼断过冷，你怎么一眼看出来？鱼不会骗人。果然有本事，老秦没吹牛。走去办公室聊。我可以让你的货走我的冷链，条件呢？第一，货必须真；第二，品质必须稳；第三，出海时间、捕捞区域、上岸时间、冰温、验货人都要写清楚。可以，不过我也有要求，冰和油的价格按市场价走，冷链运输费用提前写清楚。如果货因为我这边品质问题出事，我负责；如果是运输断冷，你们负责。你不像20多岁的渔民，像被坑过好几回的老板。
就按你说的办。沈老板，我是云亭酒店采购部经理顾成。下周我们有一场高端海鲜节，每天都要稳定蓝鳍金枪鱼供应。听老陆说你能做全程追溯，还能冷链锁线。是的，顾老板。这种单子，一般小船接不住。我只问一句，你敢不敢接？敢接。哼，好，那我等你的第一批蓝鳍。真正的大单来了。赵老板，这船配置高，雷达、声呐、冰舱全新，就是月供不低。钱不是问题，沈浪能去黑谷礁，我也能去。儿子，黑谷礁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先别冲动。爸，你就是被他吓住了。他靠一条破船都能捞蓝鳍，我开新船还怕他？鹏哥，今晚有北风，浪不小，怕就下船。想赚钱的跟我走。这艘镇海号双机背背，带0度冰舱和活水舱，绝对的顶级配置。不过这可是远洋级的，价格这方面……认识这个吗？这是省城最大酒店的供货协议。只要我能把顶级蓝鳍金枪鱼带回来，这单的利润够买你2艘船。沈老板，我今天就给你办手续。赵永发，给我等着！各位叔伯兄弟，大船我拿下了，省城的顶级大单我也接了。现在我沈浪要招兵买马。浪子，可跟着赵永发，今天扣油钱，明天扣网钱，年底连个字儿都剩不下。在我这儿，规矩重定，出海拿高底薪加分红，渔获上岸当场分级称重记账，卖多少钱全公开。要是遇到坏天气空网，损失全算我的，大家公词一分不少，口说无凭。这位是我从市里请来的张律师。各位乡亲，沈老板刚才承诺的已经全部写进了劳务合同里，只要签字，受法律保护，谁也赖不掉你们1分钱。连律师都请来了，这是把咱们当正经人看啊！待遇我给到顶，但规矩也得守。掺假、瞒货、坏鱼当好鱼混，只要发现一次，立刻走人。有白纸黑字的合同，我签。黑谷礁，我来了。鹏哥，前面水色不对，下岸交代。探鱼仪显示下面全是大货，绕过去就没了。鹏哥，黑谷礁朝潮水会压鱼影，信号不一定准。少拿沈浪那套吓我，下网！撞礁了，船底进水，开泵，快开泵啊！水泵堵了，网也缠住桨了，割网，把网割了，割不动，绳子压进礁缝了。海鹰号在黑谷礁触礁进水，我们正在救援。触礁？那可是刚买的新船。我早说黑谷礁不能乱闯，这个败家子儿，我贷款买的船啊！你知不知道那船值多少钱？你知不知道家里还背着贷款？算了，人没事就好。浪哥，正前方发现大鱼群，雷达红的发紫，绝对是咱们要找的蓝鳍金枪鱼。下网吧，我这就去放脚机。慢着，正前方是乱流卷起来底层杂鱼，蓝鳍根本不在那儿。可是雷达扫不到海里的活规矩，把舵网又打死，切进东南角的暗流线。海面有一条发亮的油线，那是蓝鳍鲸鱼在水下疯狂追食小鱼挤出的油。海鸟贴着浪颠飞，却不敢下嘴，说明底下有真正的深海霸王在清场。浪子，那咱们赶紧下网抓蓝鳍啊！不急，你们仔细看那条油线边缘，是不是泛着微弱的红光？蓝鳍吃肉，底下有东西在跟着喝汤，那是野生猴黑鱼。日料店一斤卖上千的猴黑鱼，满仓，快去下网，网口留3成，别让蓝鳍在网里撞烂了肉。阿顺回去掌舵，避开周围的暗礁。太重了，浪子拉不动啊！阿顺，给满舵，借浪头的力往上拔。
财了，发财了！我这就拿碎冰把他们全埋上。住手！不赶紧冻上，鱼不就臭了吗？蓝池刚才在水下剧烈挣扎，体温已经烧到了30多度，直接盖冰，腐肉会被自身的温度焖熟，变成一滩酸臭的烂泥。阿顺去打冰泥，满仓铺海绵垫。浪子，你这哪是捕鱼，你这是在海里雕花啊！阿顺，开船，回港，咱们去省城拿天价。这品质绝对够做咱们海鲜节的头牌。顾经理，这能卖多少？蓝鳍加猴黑，这一趟28万，一趟就28万。这只是开始，明天起按咱们的规矩分船、分货、分账。浪子，听说了没？赵永发前阵子为了跟咱抢这批货，借了高利贷买新船，可不是嘛？听说连放贷的刀哥都堵上门去了。贪心不足，迟早要还。赵老板，听说你那艘新船在黑谷礁沉了，那你借我那300万的高利贷，连本带利快400万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清啊？刀哥，你再宽限我半个月，我手里真没现金了。没钱是吧？行，那就拿这栋别墅抵，明天中午12点前见不到钱，就把这别墅拆了。永发，你不是还有个好外甥吗？沈浪现在一趟出海赚20-30万，你赶紧去求他。我当初拿3000块钱把他像狗一样赶走，现在去求他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？命都没了，还要什么脸？你不去难道等死吗？浪子，舅舅遇到大难处了，高利贷要收房子，你现在发大财了，借舅舅300万，救急行吗？老哥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当初我拿命给你们拼出了300万的净利润，你拿3000块钱把我打发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舅舅那是一时糊涂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就借舅舅一点吧，几百万对你来说算什么？我的钱是兄弟们在黑谷礁顶着10级风浪拿命拼回来的，我宁愿把钱全部分给跟着我吃苦的船员，也绝不拿1分钱去喂白眼狼。让开，我要赶去省城参加高端海鲜节，没工夫陪你们演戏。浪子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这是要逼死舅舅啊！刀哥，求求你了，别搬了！这些东西搬走，我们一家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值钱的东西我都搬走抵账了，但剩下的几十万利息还没完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父子俩去码头给我干活抵债。爸，这水太冰了，我是开船的老板，我不要干这种活。小鹏，干不完今天的活，连硬馒头都没得吃，赶紧刷。爸，要是当初咱们没把沈浪赶走就好了，那些钱本来都该有咱们一份的。这金枪鱼断过冷，肉质发酸，这带鱼拖网压迫了肚子，鳞都掉光了。整个会场就没有能做顶级日料的货吗？陈董，尝尝听涛号的货，起网30秒放血，0度单层冰棉，全程温控不断炼。这种鲜度，就算在日本最顶级的米其林餐厅也难找。年轻人，你叫什么？青湾港，沈浪。好一个沈浪！我出资3000万。咱们合伙在省城开一家最顶级的海鲜大酒楼，你拿你的保鲜技术和船队入股，利润4、6分，有没有兴趣？多谢陈董提携，沈浪感激不尽。本台最新消息：省城海鲜大王陈董今日宣布斥资3000万元，与青湾港青年沈浪先生正式合伙，在省城开办一家最顶级的海鲜大酒店。3000万？凭什么？那是我的表哥，那本来都该是我的。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我亲手把身价1000万的财神爷赶出了家门啊！沈浪，下个月的全国海鲜博览会是咱们酒楼彻底打开国际市场的唯一机会，但那些老外眼光极毒，咱们缺一样能真正镇场子的深海霸主。去这儿。魔鬼角，
那里常年10级风浪，暗流能把1000吨大船直接撕碎。风浪越大，海货越贵。近海的鱼已经证明不了听桃号的实力了。陈董，我有最准的探鱼技术，有最顶尖的锁仙冰舱，别人不敢去的海，我敢下网；别人保不住的仙，我能锁住。我的船队是时候去会会真正的深海了。浪哥，我打听过了，魔鬼角常年有逆向寒流，最近又刚过台风季，水温乱得很。上个月有条500吨的拖网船进去，就再没出来。你怕？我怕个屁！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实情。知道，所以我没强迫任何人跟我去。今天站在这甲板上的，都是自己选的。浪哥，我把备用探鱼仪也装上了，双保险。咱要是捞到帝王孙，我要分大份儿。齐毛，出发。浪哥，这里的洋流数据完全混乱，导航系统在这片区域基本失效，我们靠仪器判断不了方向。右满舵，推力6成，不要对抗它，顺着暗流走。浪哥，顺着走是要撞礁的，信我。稳定了，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他把手贴在甲板上，感受的是船骨传来的震动频率，这是他爹教他的。浪哥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个信号，体型预估将近3米，深度180米，他在慢慢往上游。帝王孙，魔鬼角这个深度3米的帝王孙，这东西10年都不一定出一条。浪哥，下网吧。先不下网，他在往上游，说明他在追饵料鱼群。我们跟着他，等他进浅水区再下网。他要钻进礁群，进去就追不到了。下网，斜切他的游路，拦截。浪哥，斩断，再拖下去船要沉。斩了这网，咱们白来魔鬼礁。阿顺，把备用角轮的动力全接到主轴上，双引擎同时推。动了，动了！我的老天，浪哥，这条鱼够咱们去闯博览会了。爸，今天是第23天了，咱们还要在这儿干多久？不知道。爸，听说沈浪去魔鬼角了。镇上的人都说，他这趟是去捞帝王军，要去省城的国际博览会。他能捞回来的。爸，你怎么这么肯定？他从小就这样。越是别人说不行的事，他越要做成。阿浪，我等你16个小时了。陈董放心，说好的货，一克都不会少。一个清湾的渔民捞了条帝王孙，要来博览会上闯天下。方总，他跟陈董合伙了。陈董这次给他的背书很强，外国评委里有好几个跟陈董有交情的。那就不能让他顺顺利利进场了。方总，要动手脚。让他报名参展，然后把他的展位安排到最角落的位置。他捞到再好的鱼，没人看见，等于0。浪哥，咱们的展位在这里，
这位置也太偏了，我去找组委会交涉，申请换位置。不换。什么？你看这根承重柱上面有灯槽，但灯是坏的，黑洞洞的。对，所以更显眼位置差。林超，你帮我查一下博览会规定里参展商能不能自带灯光设备。浪哥，规定里说参展商可以自备展示设备，没有限制灯光。那就让全会的人都看到镇海号补上的宝贝。这玩意儿摆这儿，比人家那些大屏幕还吓人。明天就让那帮人见见世面。这是活冰封存法。魔鬼角采挖的深层浮冰，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冰的17倍。帝王龟在冰体内部保持微弱的细胞活性，而不是被冻死，所以肉质里的油脂纹理是活的。可以现场取样品鉴吗？开冰。我从事高端海产采购30年，这是我吃过的鲜度最完整的帝王碎，没有之一。胖子，这份合同首期是15亿，后续框架3年内追加到50亿。沈总，久仰大名，恭喜。方总，您的远洋会控制全省70%的流动渠道，我在部长位置上吃的那点亏，是您的意思吧？沈总果然直接，那算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。见面礼收到了，回头我也送方总一份。小鹏，快去开水！你为什么不跑？跑了，你的损失更大，债就更还不清了。剩下的账我打个折。你儿子上来帮我管仓库，你去码头做账，2年还清，人就自由了。远洋会下了通报，非合作车辆一律不得入库。方宏远开始封渠道了，他这是要把咱们困死在青湾。既然他的路不让走，那我们就走自己的路。可全省高端冷链7成都在他手里，剩下3成够开第1道。今晚开始一家一家谈。沈总，不是我不想接，远洋会放过话，谁接你的货，以后就别想在省城混。你们就甘心一辈子被他压价？老秦，我不让你白冒险，货款预付3成，坏账我担，冷库升级费用我出。你图什么？图青湾的鱼不再被别人掐着脖子卖。好，我跟你干。我是远洋会前财务，方宏远压价、损耗、吞渔民补贴，全在里面。你凭什么帮我们？我爸就是被他压价逼到卖船的人。这些要是真的，远洋会至少10几项违规。原件在云端，刚才已经发给审计组了。方总，请解释这3年来的冷链补贴去向。公司账务复杂，我需要时间。方总，小冷库联盟公开接单了，青湾货源全转过去了。神了！从今天起，青湾成立渔民合作社，收购价公开，损耗公开，分红公开。您这是要取代远洋会？不是取代谁，是把本该属于渔民的钱还给渔民。合作社利润6成归渔民，2成建学校和医院，2成扩建船队。以后咱青湾的鱼自己定价。我用30亿买你青湾合作社51%，你点头，之前的事一笔勾销。你还想吞我们？30亿买青湾人的命脉，还是方总手段老？你不卖，我就算倒也能拖死你。你刚才承认之前的事了。方宏远，你涉嫌商业贿赂、伪造检测报告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青湾模式带动3000户渔民增收，沈浪获批年度乡村振兴人物。爸，当初要是我们没害他，是我们瞎了眼。